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还记得我身后的这栋房子吗？建在清水江的边上。记得前一段时间我来过这边拍了一期视频，发出来之后在视频里面有很多观众评论留言，大家都说想把这栋房子给买下来，让我过来和这个老人家谈一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早早的就去老人家的家里和他实地谈了一下。他说这栋房子的大概情况是这个样子的。他说在将近4到5年之前，在他们村有一个大老板投资了好几百万，新建了一个厂房。当时厂房是建在清水江的上方，然后要从清水江里面抽水到厂房里面去用，所以就在清水江边上建了这样的一栋房子，然后从这边放上一些机器，从这里抽水到厂房里面去使用。那这栋房子建好2-3年之后然后整个厂里面效益不好，然后整个厂就倒闭了。上面的这个设备还有厂房都已经全部拆除了，然后底下建的这栋房子本来也要拆除的，但是后面老人就说，那你们还有些工资没给我，然后还有比如说这栋房子虽然是买了老百姓的地，建了房子没有证，但是老人是本村的户口。他说如果老人在这里居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最后多次协商，把这栋房子就当做工资留给了这个老人家。当时整栋房子的建造成本将近是花了70多万左右吧。这边是靠近清水江边，以前是不通路的，然后是从外面买了一条路径来，在这边又把宅基地给买下来了，建了这样的一栋2层半的砖房，然后外面还有2栋小小的平房，加起来一共是有3栋房子，占地面积将近是有差不多400多平左右。车子现在也是可以开到院子了。那如今的情况就是老人家在这边居住已经挺不方便了，毕竟年纪大了。这边距离村子将近也有差不多1000米左右。他就说一个人在这边生活挺不方便，还是想回到村里面去生活。所以上次我们来的时候碰到他，他就说如果我愿意的话，这栋房子是可以租给我。然后我说买，他说也是行的。当时我记得我说的价格是4万，他说还加一点点。包括今天我过来也是如此，他也是说这栋房子如果我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卖给我的。然后这个价格可能大概就是6万多块钱吧，这样的一个价格。毕竟这栋房子建了60-70万，但是也不是他出的钱，都是厂里面出的钱。以前他的工资也就几万块钱，所以这个房子大概6万多块钱是可以拿得下来的。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所以我还是想看能不能把这栋房子给谈下来，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装修，以后可以在这边钓钓鱼有朋友过来一起在这边聚聚餐之类的。大概房子的情况就是刚才如我所说的那个样子。老人家想回到村里面去养老了，然后房子空着也是空着。他说如果我一次性拿不出那么多钱，不想买的话也可以租，大概1年的租金2-3千块钱也不贵。他就给我提出唯一的要求，就是这栋房子不能拆，如果拆了之后就不能重建了，因为这是一栋没有房产证的房子。他说以前是厂里面建的房子都是没有房产证的，但是像现在建好了之后，谁也没办法给他拆走。那我就说外面的这个小房子可能还是要拆，毕竟这个是挡住了整个房子的视线。他说如果用不上的话是可以拆的，这边基本上也没什么用。然后这栋房子距离清水江边是非常近的，就只有一座石头坎，底下就是清水江的江面。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江面还是水比较浑浊的，因为这2天湘西这里下了大雨。
对面的钓位那里已经有人在钓鱼了，伞已经支开了，然后渔户呢也下水了，还有那上方也是有好几个钓鱼人的，可以看到这边的水走的还是比较急的，但是这个位置呢形成了一个回弯，所以啊，靠近悬崖峭壁的这一段还是比较。娘的远吧？如果在这里钓鱼的话，在这里打个正窝，打个10天半个月，上钓船这边肯定会上大鱼。这边呢也是以前新建的一个小码头，做了每年都会涨面，可以走到清水江边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然后这上面呢是有很多土地的，一直这个山上是有很多土地，都是可以去种的。然后我也问了老人家，他说村里面将近是有60-70户人家，但是大部分的老乡呢都是搬出去了。村里面剩的土地也是非常多的，如果想在这边做一些种养结合的话，也是可以的。在这里承包土地啊，将近是500左右1亩，这个价格呢也是不贵不便宜吧，反正我们这边大概的行情价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他说这个1楼的位置，也就是底下这栋房子它的最底部，在前建好房子之后一直都没有涨过水，但是他说以前底下的水坝没有修好之前，有一年呢是涨水上来，相当于是涨水高过了整个院坝，也就是这个平台的位置将近有60-70公分左右，相当于呢是2到3块砖的高度。所以这块位置呢我在想以后如果是给它改造装修好了之后，这个位置会不会涨水，1楼呢还能不能够利用。但是我个人总觉得背后的这个平房呢是可以留着的，给它把窗户和大门都留大一些，做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，或者做一个接待的地方，有亲朋好友过来在这里钓鱼，大家聚餐，在这个1楼的位置是挺不错的。外面这边呢，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硬化，当然留一部分给它空出来，种点花花草草。然后这里呢是可以做停车的地方。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靠近清水江边的位置，给它修出一些钓台，用砖搭建，或者用这个钢架结构搭建一些钓台出来，应该是挺好的。这个位置只要在入院门口的位置做上一道铁门，整个这块场地呢都是独门独院，非常的安静，距离邻居又很远。这边距离县城将近有19公里，距离镇上将近也有10公里左右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房，相当于是有4间，每一间将近有10多个平方，也可以单独作为房间使用。当然呢，把这个隔断墙给它去掉，也是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共区域来使用。砖结构的这个呢都比较好去处理。然后这边是开了一个门洞，以前这里是砌砖的，更宽一些，但是整个地面是看起来是凹凸不平有很多砖块，那是老大爷养的大公鸡。这是以前的房门呢，是从这边留的，但是这里呢都被人为破坏了一些砖墙结构，开了2个洞。这个呢都是打上这样的圈梁，上面打的是橡胶板，然后间隔了几米呢是打了一根立柱，基础还是做的非常牢固的。那这一间呢靠近清水江边，基本上就没啥用了，我觉得实在太占地方了。然后它的墙面呢是有点裂缝的，包括上面的那块位置也是一样，留了很大的一个孔洞。然后那个房门的位置是有点塌陷的，上面呢也是做了一个橡胶板。其实整个1楼可利用的地方倒是很宽的，
把这边呢给它修一些隔断墙，在这边呢是可以做出一些房间的。然后整个1楼啊很凉快，因为都是空着的，到处是吹着风。然后这栋房子啊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整体结构是非常好的，全部都是打上框架结构。然后这些柱子里面还有上面的这个圈梁全部都是钢筋，所以说这栋房子的造价是非常高的。当时建的时候啊，是花了很多人力物力，好几十万，全部是花在了这栋房子里面。然后这块角落啊，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，因为是靠近清水江边，这个位置呢是可以搭建出来一些钓台的。刚好这边是一个入水口，平时呢山里面下雨，从这个地方是有一条小溪可以流入清水江里面的。这个位置呢，但是感觉水不深，但是这里是天然的一个回湾，估计啊也是比较容易出大鱼的一个地方。那边呢也是悬崖峭壁，水流还是比较急的。这条河里面桂鱼也比较多，还有草鱼，还有鲤鱼都比较多。其实我今天还是没有和老人家，没有答应老人家一定要把这栋房子给买下来，我在算自己的一个账。我在想，就算这栋房子以6万的价格给它买下来，然后整个墙面的装修，还有这个院子的一个硬化，包括那一间平房做一些简单的处理，相信啊应该也要10万左右吧。那这个样子呢，整个在这里有个小院，将近啊会投资到16万左右。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啊没有证，因为不是老百姓的老宅基地，所以呢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风险。老人在的时候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但是等以后老人如果过世了，那这里可能呢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因素，比如说到时候有的问题呢就说不清。当然我正在纠结，正在考虑。确实啊这个地方也挺诱惑，毕竟啊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，几万块钱，到哪里能够买到这么好的一块地，包括这么好的一栋房子呢？我觉得还是好好的思考一下。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